执掌少林寺快40年的传奇方丈释永信，一夜之间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而仅仅2天之后，来自于洛阳白马寺的方丈释应讷就被宣布空降接任少林寺住持了。这个速度快得让人瞠目结舌，对吧？但是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文章。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剖析一下，这样一场人事大地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国家级的战略意图？为什么偏偏是释应讷？这次看起来好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的人事安排，到底要切除掉什么，又要重塑什么？说白了，这个到底会如何深刻地改变少林寺，甚至整个中国宗教的未来格局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首先，我得说，释永信倒下以后留下来的绝不仅仅只是个人的丑闻这么简单，他留下来的是一个具有系统性风险的巨大的烂摊子。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4大风险。第一个是政治风险。释永信之下的少林寺说白了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您可以想想看，他利用自己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为了门票分成的问题，公开和地方政府叫板，甚至对簿公堂。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只是维权，但实质上在政府的眼中，他已经在挑战他们的行政权威了。更敏感的是什么呢？他那些不受控的国际的交往，频繁出访，与各国政商名流往来密切，甚至与梵蒂冈等敏感的外部势力有接触。你想想看，在今天这个特别强调国家安全、防范外部渗透的时代，这样一种游离于国家监控之外的个人外交，这个不是碰触红线，那又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经济风险。这个大家可能最熟悉了，释永信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他成立公司，注册了几百个商标，业务横跨旅游、医药、游戏，甚至还曾经进军房地产。根据估算，每一年少林寺这个商业帝国的年营收有几个亿，甚至超过10个亿，听起来非常厉害，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帝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财务极度的不透明，门票收入、海外分部的会费、巨额的品牌授权费用，所有这些钱收上来以后，到底怎么样花出去的，没有人知道，也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第三方审计。说白了，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为他挪用侵占寺院资产提供了完美的温床。第三个是信任危机，这个很有可能是最致命的那个。官方通报说他长期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这个彻底击穿了佛教的根本戒律，这个是对于整个宗教神圣性的毁灭性的打击。我在庙里许过的所有的愿望，全都让这个大和尚给实现了。网民的这些调侃，这些网络的段子，虽然听起来很像一个笑话，但背后折射的是公众对于信仰的崩塌和幻灭。一个千年古刹的声誉，就因为一个人的失德而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最后一个是组织的风险，释永信掌权长达将近40年，寺院内部早就形成了高度人身依附化的一些利益集团，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释永信一支笔说了算，形成了事实上的家天下的这么一个管理。而民主的监督形同虚设，这样一种山头主义一旦最高权威倒台，整个组织就会面临群龙无首、瞬间失控的巨大风险。所以各位，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一个在政治上难以驾驭，经济上成为无底的黑洞，信任上彻底破产，组织上沦为私产的独立王国。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必须杜绝任何出现类似第二个达赖喇嘛出走那样的在海外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的可能性。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寺庙的问题了，而是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层会认为对于少林寺的调整势在必行。说直白一点，就是清算势在必行，不破不立。如果说打倒释永信是国家破的决心，那么任命释应讷就是国家立的蓝图。这次任命我觉得绝不是
随便找一个和尚来填空，我们来做一个全方位的对比，你就会发现新方丈释印乐的每一项特质都像是为了修正释永信的错误而量身定制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出身与教育，释永信是非常典型的草根英雄，他16岁出家，据说是初中文化程度，一生的本领全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面摸爬滚打练出来的，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街头智慧。而释印乐呢，他是1966年出生，与释永信的这个草根背景完全不一样的是，他是根正苗红的科班精英，他毕业于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他拥有硕士学位，还有海外斯里兰卡深造的经历。这里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中国佛学院的核心使命远不止于研究佛法这么简单，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国家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够服众、关键时期能够起作用的新时代的宗教人才。说白了，这里的毕业生他们不仅需要佛学功底扎实，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思想塑造之初就与国家的宗教政策、主流的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当官方需要一个能够准确理解、不折不扣执行高层意图的代理人的时候，释印乐这样的科班精英，他们的可靠性是释永信那样一种草根英雄完全无法比拟的。这个就标志着选拔标准已经从能够搞活经济的能人模式，决定性的切换到了学养深厚、政治可靠的学者模式。第二个，我们看他们的政治履历和风格的比较。释永信他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把人大代表的身份当作是跟地方政府博弈的筹码，这样一种行为在维护少林寺权益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地方治理当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挑战了政府的权威。释印乐同样是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风格是非常典型的体制类的建设者。他长期在河南省佛教协会担任副会长等职位，他熟悉体制的运作。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提交的提案更多的是关于宗教立法等等专业性比较强的议题。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在现有政治框架体系内服务并且完善国家治理的建设者。所以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晰，国家需要一个政治上绝对可靠、不折不扣执行国家意志的自己人。第三个，我们比较一下他们两位的管理哲学，这个可能是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区别。释永信的哲学，他是想要把少林寺当作是一个商业大 IP 来运营，追求的是全球化、产业化，把商业价值最大化。而释印乐呢，它恰恰是以去商业化而闻名的。他在白马寺强调是恢复龙禅并重的传统，并且要注重维护寺院作为修行场所的一个清净本色。所以我们看到，用一个清修样板的打造者去取代一个商业帝国的缔造者，这个本身就是对于宗教商业化路线的彻底否定。国家现在的确是有钱了，就还是应该要回到商业的归商业，宗教的归宗教。而第四点，我们比较一下两个人的公众形象。释永信他长期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他身上贴满了酒肉和尚啊、花和尚等等非常有争议性的标签。而释印乐呢，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负面新闻。媒体对于他的评价是在佛学界颇有好评，是一位典型的清修高僧的形象。在释永信个人形象已经基本上算是崩塌的背景底下，选择一位道德的楷模来接任，核心目的就是要彻底进行形象的切割，而挽回公众的信任，为少林寺重塑金身。那除了道德楷模之外，很多人都会问啊，这个释印乐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为什么会选择了他？其实答案就在于他过去20年精心打造的白马寺模式。与少林僧人全球做这种武僧的巡演不同，释印乐在白马寺极力恢复了龙禅并重的古老传统，他亲自带领僧人开荒种地，自给自足。这个不单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是在向外界宣告，寺庙的核心是修行，而不是经营。
在商业上，白马市极为克制。根据多家媒体跟游客的亲身体验，白马市内几乎没有什么商业的摊位，多年来坚持35块钱的这个平价门票，甚至为游客提供免费的茶水和清香。这个与少林寺动辄上百的门票跟琳琅满目的高价商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财新网等等权威的媒体也确认，释印乐在佛教界的内部声誉极高，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热衷于搞钱的大和尚是绝对不可能在圈内赢得人家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尊重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释印乐在白马寺内早已实践的这一套极其严格、透明的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制度，他将寺庙的利润全部投入到僧团的教育跟公益事业当中去。这样一套财务管理的制度，跟后来国家强制推行的新法规精神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来说，释印乐跟他的白马寺用20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受到国家认可的可复制的成功范例，而现在在改造少林寺的时候，可以让它连同它的操作系统一起移植到问题最严重也最受世界瞩目的少林寺。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释印乐就是那样一把最锋利的手术刀。但是又是谁在指挥这场手术？又如何能够确保手术的绝对成功呢？这个就需要我们看到手术背后那样一只真正在布局的手——国家意志。那如果说前面我们都讲的是这场大戏怎么样铺开，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戏背后那个真正的导演——国家意志。我们可以用人事任命的法理学来复盘一下本次人事变动的安排。在中国，当一个高级别的人物倒台以后，后续的人事安排通常来说会遵循两种截然不同的剧本。你只要能够看懂了国家用的是哪个剧本，就能够反推，回过头来理解释永信事件的本质。第一个叫做维稳的剧本，那这种剧本呢，通常是用在处理经济或者贪腐的案件上，它的核心目标是换人不换路。这个任命的目的是安抚市场，确保业务的稳定性跟持续性，潜台词就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可以放宽心，一切照旧。我们根据官方给释永信定的贪腐和淫乱的罪名，按道理来说应该拿这个维稳的剧本。还有第二个剧本叫做整顿剧本，那这个剧本是专门用于处理那些被定性为政治问题、忠诚问题、主权问题的危机。它的目标跟维稳的剧本完全相反，就是换人就是为了换路。它的核心是要对整个机构进行一次政权更迭，彻底根除掉前任的路线、思想和影响力。比如说薄熙来在重庆。整顿剧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雷霆万钧的速度来自于外部的空降兵，以及一个政治上绝对可靠、使命就是用来拨乱反正的新任领导。好了，我们这个框架有了，现在我们来尝试把释永信事件放到这个框架里面来分析。少林寺的这个换帅的动作几乎完美的复刻了整顿剧本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首先看速度。7月28号，释永信的间谍被注销。第二天7月29号，新方丈释印乐的任命就已经宣布了，不到24小时已经完成了权力交接。这个正是重庆市政治干预的雷霆速度，为的就是不留任何权力的真空。第二个，我们看来源，外来的和尚能够斩断利益链。在中国的政治当中，空降干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专门用来解决那些地方上已经烂透了的内部人没办法下手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释永信已经经营了将近40年，少林寺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水都泼不进去的利益共同体，内部有非常多被他提拔上来跟着他吃香喝辣的徒子徒孙，外部呢有靠少林寺吃饭的武校、旅游公司、地方的官僚。
我们如果从内部提拔一个人的话，他根本就没办法展开工作，很有可能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被这个巨大的利益网络给同化腐蚀掉了。而释印勒它来自于洛阳白马氏，跟登封的少林寺系统没有任何利益的瓜葛，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外来的和尚好练经，也就是空降兵。就好像当年非典时期王岐山空降北京，薄熙来事件以后张德江空降重庆一样，这是中共一套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危机处理的范式。而本次的任命也释放了一个关键的信号，就是在国家眼里，释永信的事件已经超越了普通贪腐事件的范畴，解决问题的思路也直接照搬了官场上类似于薄熙来事件的政治逻辑。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资历跟样本。释印勒整个的形象完全是释永信的反义词，这个选择本身就在宣告，这样一次换人的安排，首要的目标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纠偏。释印勒代表的白马式模式是国家近年来密集制度安排建设的一个标准答案。我们来对照看几条。第一个，比如说宗教场所的收入应该存入单位的账户，不得存入个人账户，不得用于个人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个人账户的收款。这个从根本上直接杜绝了寺庙成为个人小金库的可能。再比如说捐款箱应该指定3个人共同管理，当场清点签字入账，这个堵住了侵占香火钱的漏洞。还有比如说大额的支出应该经管理组织集体研究之后决定，这个瓦解了释永信这种类似的方丈一支笔的独裁的权利。还有比如说应该定期公布财务收支，接受监督，这个打破了财务的黑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打法是先立法定下规矩，然后找到一个已经成功实践这套规矩的样板，也就是释印勒跟他的白马氏，然后呢把这个样板的打造者空降到问题最严重、关注度最高的少林寺，进行一次标杆性的操作系统的移植。所以本次人事安排，空降只是手段，植入白马氏的模式才是目的。那一旦少林寺这个最硬的骨头被啃下来，白马氏模式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向全国的所有寺庙来推广。你可能会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些都还只是一些常规操作，那接下来的这个细节可能才真正暴露了本次行动的真实的级别。我们可以看到第4个就是风险清零，因为释永信他涉嫌外逃，这个碰触到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国家安全。一个掌握着巨大不受监管的资金流，并且建立了遍布全球的50多个文化中心的人，一旦有了二心，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将急剧增加。这样一种潜在的叛逃风险，足以将一个地方性的腐败案件上升到可能会危及到国家意识形态跟外交以及安全的层面。所以最能够证明本次的换帅动作是一场政治行动的，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先发制人。在官方的通报里面其实藏着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由政府统战部宗教管理局官员组成的少林寺管理处，你猜一猜他们是什么时候进驻少林寺的呢？他并不是释永信被查的当天，也不是刚刚宣布新的住持的时候跟他一块儿进驻少林寺，而是在他被正式调查的整整2个月以前，这个管理处就已经悄悄的进驻了少林寺，实际上把整个寺院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已经全部都接管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顺序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先解决政治问题跟控制权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法律上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先把你的兵权给卸掉了，让你动弹不得，再由内向外
不慌不忙的一个一个的去清理、去甄别、去调查，慢慢给你算账。你听听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危机处置的逻辑呢？而且这样一套打法，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依然是薄熙来事件。我们还记得当时的那个处理模式吗？在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薄熙来是先被直接免掉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权力瞬间被剥夺。然后过了快1个月以后，官方才宣布对他进行立案调查。好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少林寺的安排。这个管理处的提前进驻，基本上是把当年那个剧本一模一样又重演了一遍。那么这到底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先发制人的提前进驻，已经不是简单的司法机关在办案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国家在行使它的主权权利。这个也就标志着，在最高决策层眼里，释永信这个案件的性质已经升级了。它不再是一个方丈或者是官员简单的或者是比较普遍的那样一种经济犯罪或者贪腐的问题，也不再只是个人的作风问题，它被升级成了一个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挑战现有治理秩序的政治问题。也只有到了这个级别，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动用如此雷霆万钧、直插心脏的手段，先控制后清理，这个才是整个事件背后最真实也最深刻的权力逻辑。此外，我们也注意到，这次会让一位佛教界内部德高望重的领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这个释应乐来操盘，一切会更加的名正言顺。对内的话，这个是佛教界内部的自我净化，是好和尚取代了坏和尚，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内部的抵触跟阻力。对外的话，这个是宗教内部事务，让国外的那些批评者无从下口，你不能说我是在进行宗教迫害。而且这套策略也可以概括成为是控制控制者，国家在幕后通过选择跟授权一个完全可靠的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治理意图。所以我们现在简单总结一下，不应该把本次人事的变更看作是两个和尚的更替，而应该看作是两种模式、两种秩序的终极的对决。释永信代表的是一个政商教复合体的模式，他把少林寺打造成了一个年收入超过10亿，在全球拥有50多个中心的商业帝国。他有一个在外人看来完全不透明的财务黑箱，有自己的私人外交，名义上他好像是在讲好中国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导演是他自己，而不是国家。而从国家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独立的王国，它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权和国际的影响力，有转移资产到海外的异心和反骨。在今天这个强调绝对控制的时代，这是肯定没有办法被容忍的。而释应乐呢，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国家秩序的模式。他被选中不是因为他能够赚钱，国家现在有钱了，不需要他去赚钱，也不需要一个寺庙以赚钱为中心。时代不同了，选择他恰恰是因为他不爱钱。那这个选择表明，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要确保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国家不想看到出现第二个达赖喇嘛，所以这一次任命，在我看来，本次人事变动是一次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底下，通常是用来描述对于重大意识形态错误的纠正，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于贪腐的处置。那有了国家意志的强力背书，释应乐的改革之路是不是就会一帆风顺了呢？其实恰恰相反，他接手的是一个积弊几十年的烂摊子，等待他的将会是一场堪比西天取经的9981难。那第一难就是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释永信的商业化虽然备受诟病，但也确实把少林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享誉全球的文化符号。这个就给释应乐带来了第一个重大的挑战，一个完全去商业化、回归龙禅并重的少林寺是否还能够维持它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呢？钱从哪里来？过去那样一种武僧团的全球巡演、IP 授权，
有强大的现金流的支持。但是现在这个引擎熄火了，拿什么去搞文化交流？影响力如何维持呢？从此以后变得低调和内敛的少林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能够继续吸引全球年轻人的目光？如何能够在佛门禁地跟文化 IP 这两个角色之间找到一个全新的可持续的平衡点？这个是对于释应乐个人智慧的一个巨大考验。第二个，我们也知道，任何的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释应乐的改革动的是一个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来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他要面对的阻力绝对会是惊涛骇浪级的。所以释应乐的改革之路绝非坦途，它不仅需要中央的尚方宝剑，更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大智慧、管理手腕跟个人的定力，去和一个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进行持久的博弈。那这样一场在聚光灯下的改革，注定会充满了阵痛和挣扎。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整顿的剧本嘛，它的目标跟维稳的剧本是完全相反的。它的思路就是换人，就是为了换一个新的路线。那时代背景就是国家权力为所有的宗教场所已经戴上了一个新时代的紧箍咒。释永信的命运就是对于所有试图挑战这个紧箍咒的最严厉的警告，而释应乐的使命就是要向所有人展示如何能够带着这个紧箍咒来扮演一个合格的宗教领袖和寺院的管理者。那这样一场发生在千年古刹少林寺的人事更迭，它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宗教本身，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刻变迁。这样一种由上而下的治理逻辑的变化，我们可以在近年来对于其他社会领域的整顿当中看到影子。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类似的领域发生的一些变迁，因为我们观察的将不会仅仅只是一个寺庙的命运，更是新时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被重塑的一个绝佳的窗口。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关于少林寺的未来，关于中国宗教政策的变化，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